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怎么一大早就这么焦躁？我在铃声轰鸣之际，差点脱口而出：嘟，对方正在通话中，稍后尝试联系。我的电话就这样被拒绝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从睡梦中惊醒，飞速地穿好衣服，急忙叫车，迅速前往他的住所。抵达他所在小区的大门口，我再次尝试拨通他的电话，然而打一个被拒绝一个，我的怒火在不断积聚。就在这时，微信提示音响起：合同草案，你先过目一下。看你个头！我气冲冲地走出电梯，右转，猛烈地敲打他家的外门。陆天明，快开门！这栋楼的布局错综复杂，每层有4户人家，每2户之间都有一条小道。而陆天明家为了扩张居住空间，竟连这条小道都给封死了。快开门！我一边疯狂地按着门铃，一边使劲地砸门，直到整栋楼的居民都被惊动。陆天明的父亲才慢悠悠地来开门：是安安啊，怀着孩子怎么还跑出来了？他并没有走过来打开外面的门，甚至都没有靠近，只是半开着内门对我说：安安，你快回去吧，别伤到了孩子。我透过门缝看见陆天明躲在他父亲的身后，默不作声。我一脚踹在门板上：陆天明，你这是什么态度？他依然沉默不语。他父亲继续劝我：闺女，你还是快些回去吧。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陆天明，你是哑巴了吗？连句话都不会说，门都不开，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就在他父亲还想再劝我时，陆天明露出了半个身子：安安，你先回去好吗？你现在怀着孕，别动了胎气。合同你先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微信再聊。微信聊？我人都在这里了，他竟然想让我用微信跟他交流。我愤怒地砸着门，不断地质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旁边的邻居老太太看不过眼了，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天明啊，你让你媳妇先进来吧，她现在还怀着孕呢。陆天明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父亲就冲着老太太大声嚷嚷：老太婆，关你什么事？少管闲事，是不是闲得慌？我完全愣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难以置信。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体贴入微的陆天明一家吗？陆天明可能以为我被他们的态度吓到了。安安，你现在情绪不太稳定，我帮你叫辆车，你先回去好吗？我们微信上再聊。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一家人扮猪吃老虎，以为我怀孕了，时机到了，全部原形毕露。呵呵，陆天明追了我4年，对我好了4年，就连身边的人也个个称赞他是好男人。哪怕是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他也是处处为我着想，事事以我为先。怀孕第4个月，陆天明突然一改先前的态度，推翻所有答应我的条件，要求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考虑领证。起初我以为是他爸妈的主意，毕竟老一辈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接下来，陆天明一天一个条件，步步紧逼，我们大吵一架，开始冷战。现在我终于懂了，怀孕5个月，胎儿已经成型，他们认为我可以随意拿捏了。我深吸一口气：陆天明，你非要这样是吧？他还在装深情。安安，你别动气了，对我们的孩子不好。我们的孩子，笑死了，他还知道这是他的孩子。现在他们一家只想把我肚子的那块肉当成裹挟我的资本。我让你开门，我说的平淡，陆天明却下意识地把门往外推了一点。很好，很好，这是我爱了4年的男人。我爱了个什么玩意儿？不开是吧？
我冷笑道：“这婚你还要不要结？”陆天明表现得一脸为难。安安，你答应签那份婚前协议的话，咱们就开始操办婚礼。我要的是一个婚礼。我笑了。我要是不答应呢？陆天明还没开口，他爸却喊了出来：“那你就自己养孩子吧。”门被用劲一摔，砰地关上了。我气得全身颤抖，胸口堵得想吐。但我知道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叫了一辆车回家，在沙发上躺了许久，才将情绪平复。这时手机响了，是好闺蜜赵若仪。安安，你在家吗？我等下到你家了。我有一个惊天大瓜要说给你听，是关于陆天明的。听到陆天明3个字，我的神经瞬间被炸醒。若仪很快就来了，没等她给我报大瓜，我先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和她说了一遍。乖乖，还去世后房产归父母所有，他是计划好结完婚就去死吗？若仪直摇头。安安，我跟你说个事，你做好心理准备，被陆天明这么一折腾，我也算看清楚了他装的本事了。就算接下来有什么大瓜，我都觉得不稀奇了。若仪告诉我，她男朋友顾晨宇所在公司收购了几个小企业，她空降到其中一个公司做管理，谁知就是陆天明所在公司。本来她男朋友也不认识陆天明，但老听若仪提到我和他，所以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一开始还不完全确定就是我男朋友陆天明，直到顾晨宇给若仪看了照片，若仪确定就是他。那你叫你闺蜜注意点，那个陆天明不是什么好人。顾晨宇说得严肃。若仪被顾晨宇的表情吓了一跳。咋了？发生什么事了？顾晨宇告诉若仪，公司团建的时候大家都喝多了，那个陆天明嘴巴就有些口无遮拦了。顾晨宇一向不喝酒，假装喝了一些，其他的都偷偷倒了。陆天明挨着几个玩得好的同事，埋着头，压低了声音说话。当时顾晨宇就坐在陆天明旁边的旁边，他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你们说我傻，跪舔我女朋友，其实我一点也傻，这不把他肚子舔大了吗？他虽然家里条件一般，但是这样好掌控啊。你们弄个有钱的女皇帝回来，婚后还得舔着，累不累？若仪义愤填膺，这说的是人话吗？呵呵，我自嘲地笑了笑，没想到陆天明这么会装，而且装得这么深，怪我太天真，以为自己装作经济条件一般，别人就不会因为觊觎我家条件好而跟我在一起，自以为是地认为陆天明没有贪慕虚荣的心，对我是真爱。结果呢，不过是碰到了一个更会算计的凤凰男而已。若仪为我打抱不平，你还说他不看钱，不高攀，不是凤凰男。现在看来，人家只是受够了跪舔，以婚姻为终点，以后倒要你反过来舔他。不，没等到结婚呢，只是有了孩子，他已经忍不了了。陆天明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表现得家里经济一般。一来是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二来我也担心碰上想吃绝户的凤凰男。现在看来，陆天明虽然不知道我家里条件好，但是他依然是个实打实的凤凰男，只是形式不同。他需要一个能让他随意拿捏的软柿子，而我就是他眼中那个没钱又乖还怀了孕的软柿子。去负流子吧。若仪扔下一句话，就你家那条件没什么好担心的，愿意改姓当爹的能从北京排到巴塞罗那。我心中郁闷，试图咽下那口浑浊恶气，下一秒肚子突然剧烈的疼痛起来，脸色霎时变得很难看。咋啦？若仪看我有些不对劲，我来不及回答，一股暖暖的热流突然从大腿间弥漫开来，
若仪一下子跳起来，出血了，赶紧去医院。他立刻打电话安排，一脚油门就把我送到了私人医院。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告知我已经胎停，必须住院动手术。我脸色惨白，痛得说不出话。听到医生这么说，简直是惊天大雷。若仪看着我状态不对，赶紧安慰我：“你别难过呀。”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坚强。我下意识地朝他点点头，说不难过是假的，毕竟是跟了自己5个月的小生命。虽然他爸干的不是人事儿，可是孩子却是无辜的。就算我和他爸不在一起，他也是我的心肝宝贝。如今因为他爸导致我情绪崩溃，他的离开只能说太遗憾了。可是转念一想，陆天明的这些所作所为，孩子的离开也许是好事。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若仪说了，她安慰我，确实也不用考虑什么去父留子了。对了，陆天明那边你准备怎么打算？我想了想，他这么算计我，还拿这些当谈资。现在我气得胎停手术，这些账绝不能就这么轻易算了。我要报复回去，千万别告诉他。我眼神坚定地看着若仪，我要给他准备一份大礼。大概半个月后，陆天明主动打来电话，而这期间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一点消息。但我知道他在逼我，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逼我妥协。可是他没有想到，我竟然更能忍，硬生生拖了半个月不去联系他。安安，你怎么样？半个月你都没联系我。他一面在电话里假装关心，一面把冷战的责任推卸给我。这一系列的操作简直让我窒息。我的语气也无意识很差。有什么事吗？他明显愣了一下，随即道：“之前确实是我爸不好，说得太急了。但是我爸妈把我养到大不容易，希望你能体谅一下。我代他们向你道个歉。”又是这套话术。他爸妈把他养大不容易，感情别人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不用爸妈养大。要道歉早就可以道歉了，何必憋到今天？是憋不下去了吧？但我态度不能强硬，否则计划无法实施不下去。我要给他挖个大坑。我也理解。我调整了一下。陆天明似乎听出了希望。安安，其实你是知道我的。我打断他的话，你不用说了，我懂。你爸妈穷日子苦子过久了，所以心里没个底。这么做也是为你好，我也能理解。陆天明有点惊喜。安安，我保证。你不用保证。我再次打断他。这样吧，我们先办婚礼不领证，等到孩子生下来再领证，这样总能让你爸妈放心了吧？无非是担心我觊觎他们家财产，虽然跟我家比起来9牛1毛，但是人家以为那是天文数字啊。我这么说，直接了结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就算我贪图他们的家的家产，可是有了孩子之后，不就有了软肋吗？还怕我离婚跑路不成？好，好。陆天明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安安，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懂事。果然，我说到他心里去了。先去你们老家办婚礼吧，结束了我们再去北京小办一下。北京物价贵，就不大操大办了，省点钱。到时候让你爸妈也来北京玩一趟。我故意强调了小办2字，再次强化他脑海中我家经济条件一般印象。安安，陆天明在电话那头哽咽起来。虽然我知道都是装的，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体贴懂事。之前是我不好，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考虑。我错了，我娶到你真的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安安，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你放心。呵呵，还是别吧，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我懒得听他废话，时间你安排一下吧，得快点。不然孩子大了更不方便，东西就到老家准备吧。
老家的也便宜，我可不想再花费任何一分钱了。而且现在肚子没完全消下去，得快，想办法还能装一装。月份太大，就真的容易露馅了。说要快，但没想到陆天明这么急吼吼的，时间定在了下个月月初，也就是说，我们月底就要提前先回他老家安排。为了保险起见，若仪请了假陪我一起去。到的当天，我们就见识到了他们村里的恶心与无耻，也不知道是哪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跑过来问若仪是不是来当伴娘的。若仪还没来得回答，那人就直接上来要摸。我赶紧挺着肚子往前一站，阻止那个人的行为。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骂：长得这么骚，不就是想当伴娘让人摸吗？装什么贞洁烈妇呢？就是这种结婚那天能在床上玩得比新娘子还浪。另一个附和道：怕了怕了，都是一些什么人？我气得牙齿打架，恨不得立刻走人，也不管什么报复和计划了。反倒是若仪更冷静一点，在我耳边小声说：别动气，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们也就是嘴皮子的功夫，欺软怕硬。我有些自责，都是我不好，识不清人，还要让你过来跟我一起受委屈。别，我们什么关系？我能看着好姐妹往火坑跳，而且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要反省的不应该是那些恶人吗？若仪拍拍拳头，看来得找个沙袋表演一下我的拳击了。若仪把带来的零食分给村子里的几个小孩，他们还真带着她去找材料，做出了2个大沙袋。若仪把沙袋固定在我房间门口，开着门就对着沙袋砰砰砰的挥拳，来回打了几下，那气势还真能唬住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沙袋的原因，一直到婚礼那天都没有人来找茬，除了几个想刁难我的亲戚，一切流程还算顺利。不过婚礼当天还是碰到了嘴碎的亲戚。敬完酒，我已经累得不行，饿了一天，决定随便找个桌子吃点东西。刚和若仪坐下，发现对面的女人盯着我看了许久，眼神不善。若仪示意我先吃东西，自己去打听了一下，等她就回来，我才得知那女人原是养在他们家的，算是童养媳。大陆天明几岁，对外宣称是堂姐。后来陆天明去外地上学，家里人看不上这个童养媳，就草草让她嫁了人。现在看来，虽然郎无意，但是妾有情啊。尽管已经结婚生娃，但那来者不善的眼光是要把我的脸给射出洞来。若仪附在我耳边：你可是抢了人家的大宝贝。我扑哧一声笑出来，那我还给他。对面的女人白了我一眼，若仪看了看桌上的菜，也就那盘虾靠谱些，干脆直接端到了我面前，一个一个剥给我吃。那女人带着孩子坐在对面，本来就离那盘虾远，现在又被若仪直接端到了我面前，心里也是满满的怨气。可是今天是我和陆天明的婚礼，总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冲新娘发脾气吧。若仪一向大大咧咧，她才不管周围的眼光，反正过了今天以后和这些人都没有交集。女人急了，刚才只给娃剥了几个，自己还没吃到呢。眼看着一盘虾剥得差不多了，若恰似乎没有停手的意思，女人终于开口了：天明他媳妇，你怎么不吃虾壳呀？这虾壳据说都是钙啊，不吃浪费。若仪听完直接嗤笑一声，小声嘀咕：他还懂钙呀？我忍着笑没有吱声。若仪抬头看了女人一眼：是吧？女人赶紧附和：是的呀。若仪不再理他，把一盆虾全都剥完了，满满的一碗虾肉送到我面前，又把虾壳全部堆到一个盘子里，跟小山似的。若仪把虾壳推到女人满前，喏，满满的钙，
你吃还是孩子吃？女人没想到若仪会这么直接，气得涨红了脸。你，若仪不依不饶，假装无辜。你什么你呀？你不是说全是钙，不吃浪费吗？那你都吃了吧。女人火气瞬间上来，你什么意思？若仪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什么意思？你不是要吃钙吗？不全都是钙给你了吗？两个人的对话声音不大，但是还是引起了周围的注意。陆天明也闻声过来，看到我坐着吃虾不说话，又见他那个所谓的堂姐面红耳赤，瞬间心中起了嫌弃。天明，那女人看见陆天明过来，瞬间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模样。我和陆天明对视一眼，若仪是我朋友，虽然说是帮我出头，可我一句话都没说，难不成你还要怪我？陆天明皱了皱眉头，堂姐，今天我大喜，有什么事结束了再说。女人一听，眼睛立刻就红了。陆天明假装看不见，拿着酒杯就走开了。若仪冷笑着看了他一眼，不再理会。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孩子没了真是好事，连老天都在帮你。我无奈地摇摇头，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又不是真的要嫁给陆天明，他嫉妒了个寂寞呀。我吃得慢，若仪吃饱了去转了一圈，回来又给我了个大卦。猜陆家给你安排的那2个伴娘去哪儿了？去哪儿了？我根本没想到婚礼结束还有伴娘什么事。若仪做了一个呕吐的表情，悄悄附在我耳朵边。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在干什么。我还说哪里找来的这么漂亮的伴娘，原来这里面有这么个事啊。什么意思？我不太理解。若仪嘲讽道，说起来是伴娘，其实都伴到床上去了，几个老家伙还在那儿排队，要多恶心有多恶心。我尴尬地笑笑，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一点不假。当然，除了刁民还有陋习。婚礼一结束，我以水土不服为理由和若仪先离开。半个月后，陆天明从老家回来找我，问我何时去北京办婚礼，而且他爸妈那边也已经沟通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去北京游玩。我给笑了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们分手吧。本以为他会激动地质问，结果好长时间他才回复一个。我心中嘲讽，死到临头了，还以为我耍小性子呢，冷一冷就好。我干脆拉黑不回复了。到了晚上，他的电话就炸了过来。杜安安，你搞什么？都结婚了，还玩什么拉黑呢？结婚？我可没跟你领证，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杜安安，你神经病啊！他在电话那头骂起来，我不想听，按了挂断。他又继续打。杜安安，你要什么小性子呢？能好好说话就继续聊，不能我就挂了。陆天明立刻飙起脏话，操你妈呢！杜安安，你是不是有毛病？再挂！来来回回折腾好几遍，陆天明终于能好好说话了。能好好说话了，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陆天明憋了一肚子的火。还记得你之前说的婚前协议吗？我不同意，我反悔了。不同意，反悔。陆天明的声音陡然提高好几倍。你反悔你妈呢？婚都结，孩子都有了，你想怎么样？结婚？你说结，那就结吧。我的情绪再次被他挑起。如果想拿孩子拴住你，我明天就去打胎。人大吧？他在电话里啐了一口。最好一尸两命。嘟嘟嘟，明明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可是听到这话还是让我心头难受的紧。以他的性格，不达目的不罢休。我等着一场恶战。24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这次改变了做法？没等我理清思绪，他出车祸的消息就来了。昨天他挂了我的电话，找到之前的老相好见面。
那女人刚拿驾照不久，边开车边和陆天明拥吻，一个不小心和大货车来了个擦肩而过。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坐在副驾的陆天明已经抢救无效身亡了，而那女人只是轻微擦伤，没什么大碍。人算不如天算，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发生这么戏剧性的事情。什么报复，什么计划，统统都无效了。嫂子，对不起。女人扑通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我赶紧退后一步。别，我不是你嫂子。陆天明的事我不愿意再管。医生以为我是陆天明的妻子，让我过来办手续。我摇摇头，告诉他我只是前女友，如果需要家属联系方式的话，我可以告知。回到家后，我把陆天明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若仪。若仪愤愤道：恶有恶报，竟然咒你一尸两命，老天还是有眼的。随即又劝说我，你别太难过呀。我点点头，多多少少有些情绪，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但是想到他骗我算计我，那些情绪又很快被覆盖了。陆天明的爸妈很快找上了我，呼天抢地说我克死了他们的儿子，必须把孙子生下来还给他们，否则跟我没完。孙子？哪来的孙子？哦，对了，他们还不知道孩子早已胎停的事情，以为我还怀着呢，真是可笑。要孩子是吧？行，我叫了若仪去菜市场买了5斤烂猪肉，用泡沫箱装好，给他们闪送到家。据闪送员说，陆天明爸妈正好在小区门口，打开快递箱之后，直接坐在地上撒泼，差点不让他走，说要把我告上法院，血债血偿。我听完憋着笑给闪送员打赏了一笔钱，毕竟摊上这家一家人实在是倒。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可没过多久，陆天明爸妈真的请了律师，决定将我告上法庭。我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正在和若仪一起做美甲。不是吧？还来？若仪翻了个白眼，这家人有完没完？我无奈地耸耸肩，谁知道呢？那你打算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朝他笑笑，其实我心里也没底。虽然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但是摊上这么一家人，实在是难缠。开庭那天，若仪陪我一起去了。陆天明的爸妈一看到我，眼睛里都要喷出火来，尤其是陆妈妈，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我估计都死好几回了。我朝他微微一笑，他瞬间跳脚，就是你克死了我儿子。陆妈妈手指着我的鼻子，如果不是法庭上不能随意走动，她估计都要冲上来撕了我。我冷冷地看他一眼，没有说话。这种胡搅蛮缠的人，你越理他，他越来劲。肃静，肃静！法官敲了敲法锤，所有人噤声。原告律师开始陈述，无非就是我明明和陆天明已经结婚，不仅不履行妻子的义务，还在陆天明出事后不管不顾，甚至不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来，实在冷血无情，有违人伦道德之类的。我听到这些简直要气笑了。冷血无情，真正的冷血无情，怕是陆天明一家人吧？原告律师陈述完，被告律师开始反驳，无非就是那几点。第一，我虽然和陆天明举办了婚礼，但是我们并没有领证，在法律上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所以不存在履行妻子义务这一说法。第二，孩子因为意外胎停，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且当时我和陆天明并未领证，孩子去留问题，我可以自己做主。第三，陆天明出事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已经履行了作为前女友的情分。他父母后来的无理取闹，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可以反过来告他们骚扰，
被告律师陈述完，原告律师明显脸色一变。陆天明妈妈听完律师的陈述，瞬间激动起来。她胡说，她怀着我们老陆家的种，怎么能自己做主呢？而且我儿子说了，就是他克死了我儿子。肃静！法官再次敲响法锤。被告，注意你的言辞。陆妈妈虽然不满，但是在法官的威严下，还是噤了声。双方律师辩论环节结束，法官问我们双方是否同意调解。我看陆妈妈一脸不甘的样子，估计调解也没什么好结果。但是我实在不想跟他们继续纠缠下去了，我同意调解。我说。原告律师看向陆天明爸妈，陆爸爸一脸恨意地盯着我，没有说话。陆妈妈则是瞪大眼睛看着我，想调解，行，他把我儿子克死了，得赔钱。我真是无语极了，但是又想快点结束这场官司，只能耐着性子问：你们想要多少钱？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5万以内我都可以接受。就当是破财免灾了，但是没想到陆妈妈狮子大开口，100万，否则免谈。我真是气笑了。且不说陆天明这个人值不值得这个价，单说他们一家人这个态度，我也不可能给这笔钱，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拒绝，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你，陆妈妈气得跳脚，却被她身旁的律师按住。原告律师跟陆天明父母沟通了一下，双方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原告律师看向我，杜小姐，如果你愿意出5万丧葬费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调解。5万丧葬费，虽然我觉得这笔钱出的冤枉，但是能花钱买个清净也值了。好，我点头同意。双方律师拟定调解书，我们双方签字，这场闹剧终于结束。走出法院的时候，若仪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还是你有办法，这么快就解决了。我苦笑一声，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还是这种见钱眼开的一家人。若仪哈哈大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叫事情。走，我请你吃大餐去，好好去晦气。我点点头。这段时间也真是压抑坏了，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我和若仪去了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大吃了一顿，又去看了场电影，才算是心满意足的回家。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是我没想到陆天明一家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根本甩不掉。这天我刚下班，就看到陆妈妈在公司门口等我。看到他的一瞬间，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果然，陆妈妈一看到我就扑了上来：“你这个杀人犯，你还我儿子！”陆妈妈边哭边喊，瞬间吸引了一大波围观群众。我有些头疼，但是面上还是保持着冷静。陆天明是出车祸去世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冷冷地陈述事实。但是围观群众显然不这么想，现在的小姑娘哦，真是心狠手辣，连自己老公都克死了。就是，看着长得挺漂亮的，没想到这么狠毒。我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心里一阵烦躁，正想开口解释，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拨开人群走了进来。阿姨，您怎么在这儿啊？来人正是我的前男友周宇。小雨呀，你是不知道，这个女人克死了我儿子，现在还想抵赖。陆妈妈一看到周宇，瞬间像找到了救星一样，拉着他就开始哭诉。我有些无语，但是又不好在这么多人面前给周宇难堪，只能保持沉默。阿姨，您先别着急，慢慢说。周宇安慰了一下陆妈妈，又转向我：安安，这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简单的跟周宇说了一下，又强调了一遍陆天明的死跟我没有关系。周宇点点头，表示了解。他转向陆妈妈，
开始耐心地跟他解释起来。我不知道周宇跟陆妈妈说了什么，但是看陆妈妈的脸色似乎慢慢平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周宇走过来跟我说：“安安，我已经跟阿姨解释清楚了，她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感激。谢谢你，周宇。不用谢，毕竟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我也不希望你受到任何委屈。周宇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我避开他的眼神，没有说话。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决心。这里充满了太多我和陆天明的回忆，好的坏的都有，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回忆过去了。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跟公司提了离职申请，老板挽留了我很久，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走。最后，老板只能无奈地同意了我的离职申请。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个城市。若仪知道我要走的消息后，特意赶过来送我。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若仪有些不舍地看着我。其实你可以不用走的。我摇摇头，这里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想换个环境生活。那你还会回来吗？若仪问我。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但是至少现在，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拥抱了一下若仪，我会想你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哭了起来。哭过之后，我开始检票进站。当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风景时，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解脱还是难过，但是我知道我正在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闺蜜把新娘捧花递给我，打趣道：“什么时候结婚？再等等吧。”小我6岁的男友率先抢断，我却摸着花瓣开口：“半年后吧。”婚礼准备起来麻烦，他认为我是逼他，皱着眉不情不愿地应下，打着单身夜的名声彻夜不归。直到婚礼前1周，他看见婚纱照上他哥的脸，才明白我口中的新郎自始至终都不是他。沈怡今年25，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尽管不想承认，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对比他，我确实有些老了。这是他第几天夜不归宿，我实在数不清。晚上9点，我收到一段视频，沈怡的狐朋狗友发给我的，同时跟着一句：“姐姐看看我。”我可比沈怡听话多了，我没理会，点开了视频。男男女女在舞池中舞动，沈怡被我养了一身瓷白的皮肤，在舞池中格外刺眼。有穿着短裙的女生贴上来，他没拒绝，揽着女生的腰，跟着音乐节奏摇摆。旋律到高潮时，女生仰起头，他的手狠狠掐着女生的腰，歪头勾唇笑。女生踮起脚，他垂头吻了上去，郎才女貌。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沈怡的朋友又打字过来：“姐姐，看看我。”我比沈怡厉害得多，我赚了200块过去，查监控的价格，随后将他拉黑。在我这一切都能明码标价，他只值这么点。沈怡心野了，我早就察觉得到，删了视频。我点开收藏看婚礼布景，奶奶年纪大了，她唯一的心愿就是看我出嫁，这是早早就计划好的事，不能因为她耽误。既然她不行，那就换一个。晚上10点，沈怡的电话稳稳打过来，电话那头声音嘹亮：“初和，今晚我不回去了。”我没说话，他接着心虚似的补了一句：“他们知道我要结婚，要给我过单身夜。”这句话我记得，他说了7次，那我也就明白了。借着单身夜的名声，他这1周都没回来。电话那边的吵闹声和喧嚣声顺着听筒传来，冲破了一世寂静。他又喊了声：“姐，怎么了？”
语气小心翼翼，含着试探。他静静等着我说话。我抬眼看墙上的钟，一阵恍惚，牛头不对马嘴地说：“10点了。”外人不明白，但是这句话我明白，他也明白。这是以前和他热恋时他定下的规矩。那时他还在学校，我在外应酬，难免回来的晚。有次将近凌晨才回，他缩在沙发里等我，酒瓶子洒了一地。看见我后，迷迷糊糊奔向我，冲我开口：“初和，不能10点回来吗？”他喝得满脸醉态，小心翼翼地试探。那时我们刚在一起不久，他最为开朗的性格，因为我硬生生变得多疑敏感。我看着他湿漉漉的眼，鼻尖绕着奶油蛋糕的香味，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所以我给了他一个生日愿望。我说1周内。那1周，他明目张胆地发消息：“初和10点，该回家了。”到后面他发10点了，我自己都下意识接上该回家了。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小游戏，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太过心照不宣，以至于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小游戏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呢？我第一次思考起这个问题。也许是他开始工作，也许是他毕业，也许更久。他已经很久没说过这句话，像是笃定我一定会按时回家，只是因为心软许下的特权，我想收回就能随时收回。他显然知道我说的什么，顿了半晌，电话那边有人喊他：“沈哥，快来呀！”真心话大冒险，声音由远及近。意识到他在打电话，嗤笑了声，随即说：“还没结婚就开始查岗啊？单身夜都不能过。”沈姨没说话，男生拍了拍她的肩膀，笑了出声：“快点的呀！”沈姨的声音这才响起，她软了语气，喊我姐。我捏了捏鼻根，收回了外露的情绪。以后你都不用过来了。她似乎是惊讶了一瞬，接着对我说：“姐姐，我最后一次的单身夜呀。”她说的漫不经心，实际是在抱怨我为什么逼她。上周参加闺蜜的婚礼，闺蜜直接将捧花递到我面前。谁都知道我和沈姨谈了5年恋爱，我对她宠之又宠。今年我31，不算小了。闺蜜看向沈姨，却调笑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再等等吧。”沈姨这句话落，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我看着手中的捧花，自顾自开口：“下半年吧，婚礼准备起来麻烦。”沈姨不想打我的脸，皱着眉点头。回家后却发了脾气，连名带姓地喊我：“孟初和，有你这么逼我的吗？我才25，所以呢？”他20岁和21岁许下的愿望都是娶我，到25岁就忘了吗？那场争吵最后没有结果，因为他单方面的争吵，我觉得累。看着他执拗的表情，实在没力气和他争论到底是不是逼他。他气冲冲地出了门，彻夜未归。第2天告诉我参加单身宴，直到今天依旧是参加单身宴。他那边人催他催得紧，没等我说话，他自己先挂了电话。等了半小时，他的信息才发了过来：“姐姐，我最爱你了，我明晚回家。”距离我定的婚期还有不到半年，我如果不表态，他绝对会用参加单身宴这个借口来度过这段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另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他长大了，总觉得我离不开他，但是他错了。我早就明白，和谁结婚不是结婚，所以我看他顺眼就放在身边。他听话就宠宠他，不听话就换，找个干净的、听话的、顺心的，就这么简单。沈姨不像以前热恋时缠着我问我要答案。我看着指针过了12点，回了他那句消息。我说不用回的意思是我们分了。我给过他机会，
我觉得自己称得上仁至义尽。我正想着要不要让闺蜜给我介绍一个新人，门突然被敲响，一下接一下，不紧不慢的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明显。我站起身推门出去，雕塑般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拎着蛋糕，另一只手指尖明明灭灭。他看向我，认认真真喊我的名字，孟初和。我来不及说话，他又张口，语气认真。我来撬撬我弟弟的墙角，半哑的声音顺着夜风飘进耳朵，同样飘过来的还有酒味。我想起我被沈姨带回家时，她定定地盯着看我。那时我想了又想，确实记忆里没有他这号人。如今我又想，依旧确定我不认识他。他站在我面前，眉眼被烟雾笼罩，又开了口：“孟初和，考虑考虑我。”我抱着手臂站定，看眼前正经的男人：“我和你弟弟还没分手。”他垂着头看向我，掐灭了烟，满脸平静地阐述：“你们又没结婚，准备结。”他跟着说：“结了还会离，万一不离呢？”他不说话了，语气卑微的小声呢喃：“考虑考虑我吧。”尽管他此时喝了酒，显露出几分软弱，但是我感觉以后我依旧拿捏不住。我想拒绝，他没给我张口的机会，举起蛋糕塞进我手里。是我大学惯常吃的那家，考虑一下吧。沈姨的电话打了过来，铃声叮铃铃响个不停。我接通，那边的声音没了刚才的气定神闲，紧张焦急顺着电话传到我这边。姐姐，怎么了？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现在马上就回家，我们好好聊聊。面前人上前一步，酒气喷洒在我脸上。我看不出他醉没醉，明明面色如常，做的事却疯狂。他丝毫不顾我接通的电话，自顾自地开口：“你和沈姨不用分手，是我自愿的。”我不知道沈姨听到了多少，她声音收紧：“谁在你旁边？”我刚想挂断电话，面前人直接开口：“是我。”这下沈姨知道了，她通着话筒喊了一声：“哥。”沈安没说话，沈姨语气突然轻松起来：“哥，你在就好了，你帮我劝劝初和，我明早回去，这边走不开。”沈安语气正经，认真的回答：“好的。”沈姨只听见声音，没听见内容，因此放心的把我交给他哥哥。他不知道，他哥哥正在撬他的墙角。我挂了电话，沈安安静地站在原地，像是等我的审判。我深吸一口气，用调笑的语气说：“你回去吧，我对你真没兴趣。”骗人的，他是我喜欢的那一款，话少能干，喜欢一个人恨不得把对方宠上天。和沈姨谈恋爱时年纪小，喜欢撒娇年下那一款，谈过之后才发现有多糟糕。但是我就算再没有底线，再没有道德，也不会和前任哥哥无缝衔接。他没挪开脚步，反而看着我开口：“和你没关系，是我勾引你的。”目光太强烈，好似将我扒开，直直看向我的灵魂。他这句话落，我思考了2秒，随即撤开身体。2秒间，我顺了一遍：沈姨先不道德，我和他提分手。他哥哥在我单身期间主动来找我，我们在一起，顺理成章，合情合理。我道德感就是这么低，因为低，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很爽。我举起食指，看向进了屋后手足无措的人：“约法3章。”他抬头，我摇晃食指：1. 我们的关系暂时不公开，我怕奶奶接受不了。他没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我伸出无名指比2，接着说：“2. 我奶奶离世，我们就离婚。”他依旧没意见，像个闷葫芦。我竖起大拇指说：“第3个条件。3. 婚后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他依旧愣在原地。我就着这个姿势，冲着他幼稚地发了一枪，带着阴笑：“
砰砰砰，到底是谁的心跳？声音那么大，将主人的心暴露得淋漓尽致。沈安有些嫌弃，随即反应过来，是他自己的。这么多年，得偿所愿。我也有一个条件，尽快结婚。行，他是真的急切。我这句话落，他坐在沙发上看起了婚礼场景。我看他熟练的模样，问：以前就准备了？他摇头，边看场景边回答我的话：没有。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以前在想怎么撬墙角。我把蛋糕拆开，坐在一旁看他挑婚礼场景。草莓蛋糕，我把草莓挑在一旁，他顺手拿起草莓吃了后问：不喜欢草莓？以前很喜欢，忘了因为什么就不喜欢了。我点头，夸张地表达：草莓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他没问为什么，点头认真地回答：知道了。他自然地把蛋糕上的草莓撵走，接着垂头浏览婚礼的相关事宜。凌晨3点，和前男友的哥哥一起筹备婚礼，怎么想怎么滑稽，但是身旁人丝毫不受影响。挑完之后还来问我的意见：这家好吗？请柬这个样式可以吗？婚纱在这家是？我约下月出行吗？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把恍惚的口头上的结婚一下落在实地。最后我实在撑不住，进卧室睡觉。关门时才意识到他的亢奋，他脊背微弯，身体紧绷，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手指指尖用力到泛白。我倚在门框，看向垂着头压抑自己的人。客房在这，要不要休息一下？他站起身，顺着我的指尖看向客房，扭头的动作像机器人。我忍不住轻笑一声。他语气正常的张口：不睡了，有钥匙吗？我疑惑。他接着说：我下去跑步，早上回来你可能没起，合情合理。鞋柜上面从左边数第2个，跑远点，别吵到人。他点头，同手同脚地站起身往门口走去。关门前别扭地和我说：早点睡。我扭头，他手机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有人给他打电话，屏幕亮个不停。我走近看屏幕上的妈，随后消息进来：我听小姨说你在出河呢，你帮你弟弟劝出河。不是我想看，是屏幕太亮，是消息一条接一条。小姨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哥哥的多体谅，婚房就用你年初买的那套吧，别说妈偏心，反正你又不住。我把手机扣在桌子上，抬脚进了卧室。他妈妈的语气真让人恶心。第2天我是被饿醒的，前1天一点没吃，爬起来后想去厨房找点吃的，出卧室门一眼便看见沈安，他规规矩矩坐在沙发上，还是昨晚的姿势，戴了副平光镜，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他见我起床，摘了平光镜，站起身进厨房，奶黄包和豆浆，吃吧，热的。我一口口吃着奶黄包，看他工作。他见我盯着他，没去带平光镜，把电脑屏幕转向我：请柬这个样式行吗？我这才看清楚他在忙什么。他为结婚做了个 PPT， 正经古板，用的还是最普通的格式。我捂着肚子笑了出来，怎么会有这种人？沈安耳廓微微泛红，但是举着电脑等我笑完。我看了一眼简陋的 PPT， 不知道怎么就戳到了我，又笑了出来。他看见我笑，也跟着我笑。他是桃花眼，双眼皮褶子很深，一双眼黑白分明，显得整个人莫名凶。但是笑起来后，上眼皮弧度大到显得多情，一双眼睛深邃雾蒙蒙，蕴藏着说不出的柔情。我看他，他也看我，气氛突然就有几分旖旎。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打破了暧昧的气氛。出河，我回来了，沈姨回来了。
距离我们吵架1周多，他第一次回来，哥也在呀。沈姨和沈安打招呼，沈安将电脑屏幕转了回去，我又咬了口奶黄包，仰倒在沙发上回答沈安的问题。第2个样式好看，沈安轻轻嗯了一声。沈姨觉得气氛奇怪，但是不知道哪里奇怪，干脆凑到我身边，姐姐，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她说着想来牵我的手，被我一把甩开。她没有接着为自己辩解，垂下头极快地道歉，我错了。以前吵架时总是她先低头，但是她低头归低头，从来不改。我早就察觉到了她的敷衍，屡次说要解决问题，但是她只想着将问题快点翻页。她也许是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开口试探我是不是我朋友说什么不好的话了。她说着就来牵我，却被沈安打断。初和，这个婚纱怎么样？我顺着看了过去，她眼光不错，经典款。我点头。沈安接着说，那先待定。沈姨突然发现插不进我们的话题，她看着沈安愣愣张口。哥。沈安不说话，沈姨便自顾自凑到他身旁，对着电脑看了半晌，最后张口，哥，谢谢你啊，你这 PPT 做得好细致。他以为他哥帮他做的，果然他下一句就是哥，你发我一份吧。沈安眉眼压低，放下电脑，一只手控制不住地攥紧，看了看我后，他才含糊不清地回答，还没做完。哥你真好，这周回家我让妈给你做好吃的，你喜欢吃辣是吧？我记得呢。沈姨开心了，又围着我转，姐姐，我们婚礼什么时候啊？我咬下最后一口奶黄包，含混不清。沈安先回答了他，1月后。奶黄包的味道散去，我才闻到沈姨身上细微的香水味，果香。我从来不用那种。她震惊，怎么提前这么多？依旧是沈安回答，早点定下来好。沈姨看皱着眉回答，哥，我才25。虽然他和他哥说话，但是却看着我，眼里满是抱怨。他以为提前婚礼是我的意思。沈安问他，所以呢？沈姨回答不出，扯开了话题，闷闷开口，那群朋友组织了场旅游，下午走，大概半个月，想去就去。我咽下奶黄包，终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毕竟他和我没什么关系。沈姨开心了，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下意识想把脑袋埋进我的肩膀。沈安又一次打断，初和，来看看这个。我站起身，走在他身后，越过他的肩膀看屏幕，上面不是 PPT， 而是几个字。我有点羡慕，不是生气，不是嫉妒，是羡慕。沈姨已经拿起手机计划出游，我转身进厨房，沈姨在我身后给她朋友发语音，下午出发，单身旅行。我抱出半个西瓜倚在门框，沈姨还在为即将开始的旅行激动。沈安站起身走向我，顺手接过西瓜，熟练地切块，装盘，将西瓜端出去，又开始处理芒果。沈姨此时在客厅打电话，压着声音小声说话，空气中是水果切开的清香。我不知道她羡慕沈姨什么，只能凭着感觉安慰她。我允许她行使未婚夫的权利，将她压在厨房磨砂门上，接了一个短暂的吻。沈姨走前仰着下巴拜托他哥，哥，婚礼你帮我准备一下，下半月我回来你就轻松了。沈安垂着头，不声不响，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等沈姨走后，他才问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奶奶。我说很快。沈姨旅游的第3天，她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沈姨小时候有心脏病，话里话外都是要我大度。我敷衍地嗯了2声，扭头在热搜上看到了沈姨的脸，应该是篝火晚会。
年轻的男男女女围在一旁。沈姨那张脸格外出色，牵着一个短头发女生的手，脸上挂着张扬的笑，围绕着篝火。视频配文：年轻真好，可以和喜欢的人一起参加篝火晚会。我点进他的主页，最开始每条视频总有沈姨的身影，要么是一截手臂，要么是后脑勺，要么是衣角。后来沈姨开始出镜，大大方方地配合着女生的要求，年轻真好啊！但是我没时间管他们的事，沈安安排得太满，我要看房，要是婚纱，还要领证，太忙了，我要早睡。沈安定的请柬终于送到，他一笔一画地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他没练过字，但是提笔很认真，脊背挺直，对待每一份请柬像是对待什么宝物。他白天忙，晚上写，我睡觉他就下去跑步，等我睡醒他又开始写。我怀疑这些天他没睡觉，为了让他放松，干脆领着他去看奶奶。奶奶的精神好了点，依旧认不出人，她的记忆模模糊糊，拉着我喊我乖乖跟奶奶回家，又拉着沈安喊小姨小姨，照顾好出河。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需要照顾的小姑娘。奶奶喊错了人，沈安也不纠正，蹲在她面前方便她牵，认真的回答我知道的，奶奶。奶奶精神时好时坏，她记得沈姨，这是最难办的事情。但是沈安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让我不要担心，沈姨做的，她也能做，甚至能做得更好。她认真地说，我绝对会让奶奶放心，我比沈姨更好。沈安更忙了，又准备婚礼，又照顾奶奶，又要回来和我商量，整个人恨不得忙成三半。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以前我忙，沈姨没课就去照顾奶奶，如今变成沈安。医院里应该是有人有沈姨联系方式，打了电话过去询问。她出去旅游1周，第一次给我打了电话，姐姐，我哥在照顾奶奶呀。对，她有些慌乱，语气含着几分愧疚。奶奶让我哥照顾吗？还是等我回去吧。我天天照顾奶奶，她毕业后，我工作轻松了下来，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医院看奶奶，但是她好像忙了起来，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久没去看过那位老人。说起来也奇怪，我最忙的时间竟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我回答她，不用了。她换了话题，婚纱等我回来拍。我妈明天先带你去看婚房，哪不满意和我说。我挂了电话，沈安在厨房烤曲奇，满屋子都是香甜的味道，语音外放，她应该听到了对话。她把第一盘曲奇放进碗里端出来，塞进我手里，告诉我，明天我们也去看婚房。她想了想，补上一句，和我妈一起。我没说话，她又补上一句，明天去看房，然后领证拍婚纱照，下周婚礼。我笑他这么急，他不否认，大大方方地承认很急。第二天早上，沈姨妈妈在楼下等我，我见过沈姨妈妈，那时沈姨和她撒娇，她笑得很温柔，但是我没想到她和沈安的相处会和沈姨完全不同。她看见沈安，脸上收了笑，带着几分僵硬。等我们走近，他才开口，去看房子。沈安点头，随即拉开车门，我坐了进去。他站在车外不知所措，还是沈安开口，他才上了车，拿纸巾不停地擦汗。沈安比他妈妈更了解婚房，全程和我解释。他指着门口，等你搬进来，可以买一块粉色的地毯，你应该喜欢，吊灯款式简单。他指着说，你可以换，色调我不喜欢。还没开口，沈安抢先，漆的颜色估计你也不喜欢，可以换。沈安妈妈跟在我们身后，沈安指着每一个地方，
说他未来的想法挺好的，很真诚。转完了整个房子，沈安妈妈终于找到机会，开口问：初和，打算什么时候和小姨试婚纱呀？这些事都是沈安计划。我一时迷惑，下意识看向沈安，他回答了他妈的话：后天。后天小姨还没回来啊。没人回答他的话。沈安妈妈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把他叫进卧室。我没道德，我跟着过去偷听。你做哥哥的什么意思？房子你不想给小姨做婚房了？做婚房？妈知道你暗恋过人家，但是她是你弟妹。沈安不说话了，任凭他妈妈骂他，心偏成这样。我刚想打断，沈安先说话：妈，我走了。你干什么去？去医院照顾初和奶奶。这句话将一切都撕开。沈安，他尖细的声音响起：那是你弟妹。我听见沈安的回答，很快就不是了。领证那天，沈安罕见地穿了白色，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出去。出门前，我接到沈姨的电话，她在那边惴惴不安地问：姐姐，你最近刷视频了吗？刷了。沈安垂着眼，静静等我和他通话。我上前一步，牵起他的手，对电话那边的人说：有事吗？没事，我去领证了。沈姨语气收紧，显然是知道看房那天发生的事，但是她语气轻松：姐姐又乱开玩笑，我还没回去呢，怎么领证？章一敲，照片一拍，就这么领完了。只不过照片上不是陪了我5年的沈姨，而是相处不到1个月的他哥。沈安举着手机对结婚证拍了又拍，郑重地把结婚证收了起来，一遍一遍地看那些照片。我在做梦吗？没有。婚纱选的都很漂亮，我从中选了一套。拉开帘子，我以为沈安依旧会面无表情，没想到却看到他通红的眼。他突然抬手捂住额头，眼泪大颗大颗的掉。我有一瞬间怔愣，没想到他这种性格竟然会哭。导购员把纸巾递给我，笑着开口：你们感情真好。我接过纸张，拎着裙摆去擦沈安的眼泪。他眼泪滚烫，整个人都止不住细微的颤抖。颗颗眼泪不偏不倚地滴进我的心口，泛起涟漪，最后引发山河倒塌的轰隆巨响。我想，约法3章，第1条，我要违约了。婚纱照拍得很漂亮，除了沈安通红的眼。拍完后，沈安妈撒着手机，一张张地看，边看边擦鼻子。我把她的头扭正，问她：你暗恋我？她睫毛长，此时一缕一缕地粘在一起，下眼睑通红，鼻尖通红，大大方方地承认：我暗恋你。也许是不经常哭，他说话时眼泪控制不住又掉了下来，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仿佛势必要让我心软心疼，忍不住给他拥抱，哄他别哭，将所有温柔都摊开在他面前。他一边解释一边掉眼泪，将我的心口砸得软成一片。暗恋你好久了，他知道我喜欢你，就去接近你。他追你的方式都是我笔记本上的。草莓蛋糕，我知道你喜欢。约你去滑雪，是我想出来的。他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一边给他地址，一边听他断断续续的解释，丝毫没有注意手机连续不断的电话。拿到婚纱照时，我发了朋友圈，结婚，配着2张图片，一张是沈安望着我眼眶通红的照片，另一张是红底的结婚证，上面写着孟初和。沈安。我没回家，回了沈安的房子。他进门后也许是意识到失态，垂着眼不看我。我去洗澡，出来时他把结婚证正正地摆在客厅中央的橱窗里，仰着头看了又看，像是骤然得到糖果不敢吃的孩子。他见我出来，侧头看我，冷冷开口：初和。
我坐在他旁边，听他接着说：“我羡慕沈姨，妈总是缺席我的家长会，冬天织的手套我总是没有。所有人都喜欢沈姨，你也是。”他说着，自嘲地笑了一声。初中我养了条流浪狗，沈姨要了过去，1周后狗就死了。高中时，我的作文被展出，隔天就被泼上墨水，换成沈姨的。我胃疼，吃不了辣，沈姨喜欢，所以他们觉得我也喜欢。我的车，我买的第1辆车，妈让我让给沈姨。我暗恋你好久，沈姨和你在一起。他碎碎念，想到哪说到哪，最后只一句：我想要的从来都留不住，轻得像叹息，但是实实在在落在我心里。也许是同病相怜，我吻了过去，像是吻另一个自己。我扣住他的手指，分开时，他无名指上被我套了一个戒指。他明显激动，胸膛起伏不停。约法3章，第2条，我要违约了，太合拍，我不想分开。第2天，我是被吵醒的，拖着酸软的身体起身，推开门，客厅橱窗被砸了。沈姨咬着牙，脸颊青紫地站在客厅，沈安脸上被玻璃划了一道。沈姨看见我，跑过来压着怒火问：什么意思？我没理他，走向沈安，用睡衣袖口擦了擦他脸上的血迹。结婚证呢？沈安闷闷回答：被撕了。沈姨从身后拽我，双目通红。梦出河，你什么意思？我这才看向他，提醒道：我记得我早就说过分手了。他也许是想起彻夜不归的1周，也许想起我说的分手，也许想起那个 PPT， 也许想起我说的那句被他视为笑话的领证：我们在一起5年，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们在一起5年，奶奶呢？她不会同意的，奶奶最疼我。但是她义无反顾地吻上陌生女孩的嘴时，乐此不疲地参加打着单身旗号的暧昧旅行时，怎么没想到我们在一起5年？奶奶时而清醒，她察觉到了什么，已经不再喊小姨，她现在拉着沈安，一声声喊小沈。谁对我好，她就喜欢谁。沈妈妈也来了，她看着沈安，抬手重重甩了他一巴掌。沈安的脸侧过，嘴角渗出了血。你这么对你弟弟，你要不要脸？我将沈安拉在身后，对着毫不讲理的2人说：从我家出去。他看见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沈姨，最终控制不住，扬起手想打我。预想的疼痛没有落下，沈安拦了下来。他说：因为你是我妈，你打我可以，但是别打我老婆。沈姨被这句话刺激到了，踩着一地碎玻璃。你说谁是你老婆？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等我反应过来，2人已经扭在一起。虽然2人是兄弟，沈姨打不过常年健身的沈安，很快落了下风。沈妈妈被我按在沙发里，她只哭，骂沈安，你太偏心了。她停了哭声，开始反驳：沈姨是弟弟，他性格软弱，我只是照顾他多一点，你为什么不承认呢？最后他们被保安抓了出去，沈安脸上也带了伤。沈姨挣扎着不走，她一声又一声地喊我，我抬手甩了他一巴掌。沈安被打无所谓，但是我护短，我不打长辈，我能打你。他们走后，沈安蹲下身，沉默地扫干净玻璃，又一点点从那堆玻璃里找结婚证，一点点拼起来，像是拼破碎的自己。我蹲下，拍拍他的头，没关系，以后我给你个家。婚礼当天，沈安爸妈没来，我爸妈也没来，我们2个人邀请了好友，凑在一起办了场热闹的婚礼。奶奶坐在椅子里，她拉着我的手喊我乖乖，又拉着沈安的手喊小沈，如此反复。沈安一次一次地应他。奶奶笑了起来，这世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他，我怕他因为沈安是沈姨的哥哥心有芥蒂，但是还好，
沈安当初说的确实做到了，奶奶对她很放心。沈姨来找我时，沈安在厨房学一种新的甜点，她站在门口，眼下青黑。姐姐，如果我没有任性参加单身夜，我们会结婚。我接上她的话，她愣在原地，不知道想到什么。我接着说，婚后你会有无数理由去参加各种宴会，然后出轨。我们分手，你哥来告白，我还是会和你哥在一起。你怎么确定婚后我就会参加各种宴会，最后出轨呢？他又钻了牛角尖。我看着他执拗的模样回答，因为你参加单身夜出轨是事实，规避一次还会有第二次。沈安在我身后轻轻喊我，初和，尝尝新口味。沈姨越过我，冲沈安喊，你以为他会喜欢你多久？我们5年，他说放下就放下。你们呢？见面才1个月，撑得过1年吗？沈安站在我身后，没回答他的问题，只说我和老婆要吃饭了，然后轻轻关上了门。晚上睡前我问他，你觉得我们能坚持多久？他吻了吻我的指尖，不限制你的自由。我记得呢。我明白了，决定权在我。婚后不过半年，我被一个年轻小男孩缠上了，一个实习生，总在我眼前乱晃，又甜又腻地叫我姐姐。某天签合同回得晚了，上了车后才发现是他开车，他把我送到门口，在我下车门后一把拦住我。我冷了脸，踉跄着脚步推开他，扭头就看见沈安站在台阶前。我冲他喊，不过来扶我。他听见我的声音，这才走过来，垂着眼扶我。回家后，我戳他的脑袋，不生气。他不回答，顿了半晌才说，这是你的自由。我又去戳他的脑袋，告诉他，那我现在让那个男生上来，不行，不是我的自由吗？他又不说话了，出去拿了泡芙进来。我错了，你教我我就改。没错，是我说的，婚后不许限制我的自由。我吃了泡芙回答他，你没错。接着认认真真地告诉他，我谈的每一段恋爱都是正常的，不存在脚踏几条船的情况。但是他的焦虑并没有缓解，眼下的青黑一天比一天重。自从男孩缠上我，他没有睡好一个觉，不肯查我手机，也不肯问我，就是内耗自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安全感。又一次半夜醒来，对上他那张装睡的脸，我就他耳朵，作废了作废了，你管我我就听。算了，约法3章，不差那一条。他睁开眼说，没什么要管的，是你的自由。我盯他许久，他把脑袋埋进我的肩膀，闷闷的声音传来，把那个男孩开了，早点回家，记得给我发消息。出差提前和我说。我一睁眼，你不在，我会慌。当初拿枪做事的约法3章，一条都没遵守，只是我心甘情愿。番外，沈安，我暗恋孟初和很久了，追他的方式想了无数种，最后报了他梦想的大学，他却报了另一个，2个学校一南一北。身边有我们相熟的好友说，他大学后男朋友一个接一个换。但是我认识的孟初和对待感情很认真，面对我的表白会红着脸拒绝。高中不能早恋，我偷偷去看过他。那天下雨，他仰头看着雨滴，也许是我看他的时间太久，他扭头来看我，问我加个好友。我加了，跨越1000多公里来陌生的城市，加了好友，不亏。后来我才知道，他父母早就各自组成了新的家庭，为了让他高考才暂时隐瞒。高考前夕，他还是发现了。当时我想着，等我毕业更好一点再去见他。毕业后，我想着，等有房子有存款再去见他。面对喜欢的人，总是自卑的，更何况是从小到大什么
都留不住的我。我想给他最好的，让他在我身边停留的久一点。后来就是他和沈怡在一起的消息，没有关系，不超过2周他们就会分。我这么安慰自己，但是他们不止2周，5年，他们在一起5年。孟初和不经常发朋友圈，除非很开心。他发了2次，一次是沈怡带他滑雪，一次是生日时他面前的草莓蛋糕。这都是我记在笔记本上想和他做的事。当沈怡把孟初和领回家时，他微微仰头，像是在说：看，你喜欢的女生要和我结婚。我总是懦弱，总是慢一步。沈怡去参加单身夜，她迷上一个短发女生。我看见沈怡和那个女生接吻时，觉得胸口又酸又胀。孟初和知道要伤心了。我坐在孟初和门前，拿了包烟，拎了一瓶酒。从小到大，所有人对我的印象都是听话懂事、克己复礼。初中时，不准男生的头发过耳，只有我第2天就剪了板寸。我给自己1包烟和1瓶酒的时间。如今房子有了，车有了，存款有了，我却听见自己的心脏不安地跳。此时我想的不是要不要推开身后的门，而是推开后孟初和不要我怎么办？这场压缩时间迎来的山崩地裂以及灾后重建，我始终一个人面对，也只能一个人面对。我站起身，抬手敲门，看见他的脸，话很容易就脱口而出，完全不需要思考。孟初和，我来撬撬我弟弟的墙角。我终于睡着了，无名指套着一个戒指，片头就是孟初和的脸。大半年来，终于睡了一个觉。我是胆小鬼，他也是。他享受照顾我的感觉，那我就刻意的把自己的疤痕全露出来，全部展现在他面前。暗恋、不公，还有羡慕，全部都放在他面前。结果是好的，我得到了一个戒指。手机上数不清的未接来电，我没理会。我下床提前守在门口，直到10点沈怡才出现在门前。太晚了。孟初和昨晚11点半发的照片，要是我赶最早的火车，7个小时就能回来。他咬着牙攥住我的衣领，你是我哥。我反手按住他。原本我想的是和他谈谈他偷看我笔记本的事，再好好和他打一顿。但是此时他站在我面前，那些突然就不重要，鬼使神差般的话不自觉就流露出来。小声点，他在睡觉。番外，草莓。我忘了我为什么不吃草莓。我夸张地说，草莓真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沈安没问为什么，只是往后的生活中，草莓真的没有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那是一年冬天，有小孩举着一串糖葫芦，他察觉到我的视线，问我要吃吗？我摇摇头，这么晚了，找都不一定找得到。但是沈安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开口，他从这边过来的，刚吃了1颗，说明没有离很远。刮着风，下着小雪，他陪我找一串糖葫芦，最后7扭8拐，终于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了小贩。咬下第1口，我想起那年夏天，那时我已经知道爸爸妈妈感情不和，但是他们信誓旦旦告诉我爱不会少，因此我的情绪算是稳定。直到那天，小女孩穿着裙子敲响了我家的门，她说：姐姐，我来找我妈妈。妈妈从我身后走出，她惊讶，你怎么来了？我过生日那天，妈妈跟着她走了，我不闻不问，早早给她发消息，回来的路上帮我买点草莓，掐着点等她回来。但是她忘了，因为给另一个女儿过生日。她回来时已经10点半，她说家附近的水果店关门了。我没说话，穿了鞋出去，一步一步走到水果店。她骗人，没关门，就是她没看见。
或者看完消息后忙着给另一个女儿过生日就忘了。我拎着一袋子草莓回去，她看见后脸色一变：“你非要这个时间吃草莓？冰箱里不是有苹果吗？我非要在这个点吃草莓吗？我到底想证明什么？”我没理会她，自顾自地把草莓洗干净，咬了一口，又酸又涩。那口草莓让我崩溃，不得不接受了我是没人要的小孩的事实。此时我咬下沈安七扭八拐才找到的糖葫芦，仿佛咬到了那年的草莓，是甜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